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在《人间奇幻冒险》开播在即，8集剧情预告引爆全网期待。赵丽颖新剧在《人间》8集奇幻冒险剧，阵容豪华，讲平行世界探险与人生道理，制作精良，有望成黑马。目前制作尾声，即将上线，观众期待。赵丽颖这几年真是开挂了，你看啊，从当年那个努力打拼的拼命三娘，到如今稳坐85花头把交椅，谁能不佩服她？演技那叫一个扎实，作品质量也没拉胯。这次她的新剧在《人间》刚露点风声，就已经炸翻天了。不信，随便刷刷社交媒体，那热度扑面而来。咱们今天就聊聊这部让人挠心的微短剧，看看到底凭啥这么火。先说说这在《人间》是什么玩意儿吧。一共8集，一口气看完可能都不用熬夜，但据说内容相当硬核，是奇幻冒险题材，脑洞大的离谱。故事嘛，大概就是讲女主贾小朵和男主徐天一起在平行世界里探险，还顺带帮一群被生活折腾的找不到北的小年轻找回自我。这个设定听着有点熟悉又特别，不就是带点鸡汤味的烧脑剧情吗？导演徐冰亲自改编操刀，他以前拍过不少好评如潮的剧，这回估计也不会差。重点来了，赵丽颖饰演贾小朵，这角色跨度可大了，不光要走进不同年龄段，还要琢磨人物复杂内心戏。我跟你讲，对演员来说，可不是拍拍漂亮脸蛋就能糊弄过去的事儿。这种挑战，搁一般人身上，说不定直接崩掉。但赵丽颖是谁啊？人家可是靠演技吃饭的高手。从前那些细腻入微、层次丰富的人物塑造，你还能挑出毛病来？所以粉丝们对她驾驭这种新鲜角色，基本持绝对信任态度。有人甚至乐呵呵的预测，咱家宝贝拿个奖应该不过分吧。至于搭档尹昉，也是狠角色。她虽然不像流量明星那么耀眼，但作品一个比一个耐看。红海行动少年的你，哪个拉出来不是高分佳作？她这种低调但实力杠杠的新生代演员，其实特适合跟赵丽颖合作，两个人碰撞出的化学反应，想想都让人期待。而且还有张一山和周一围这样资深戏骨加持，再配几个董子健、孙谦这样的青年力量保鲜，这阵容简直像炖了一锅顶级浓汤，全是料。当然啦，有些观众可能会担心，哎呀，又是搞什么多重人格和平行世界，会不会太玄乎不好理解呢？别急，我觉得还真未必。据业内透露，在《人间》的剧情会注重情感线索铺陈，而非单纯炫技术或堆设定。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这些奇幻背景去讲接地气的人生道理，比如成长困惑、爱情选择、自我认同之类的话题。不瞒你说，现在都市年轻人的焦虑满街跑，要是真拍好了，那收视率铁定稳稳起飞。再从制作角度分析一下，好多人提到精品化加简约化这一趋势，说白了就是短小精悍呗。看看国外一些迷你系列成功案例，比如之前爆红全球的小成本网剧，他们用最紧凑节奏抓住观众注意力，比脱达灌水强多了。所以国内影视行业如果能趁此机会摸清路数，也许未来类似模式会越来越普及，到时候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也是双赢局面。网上讨论热闹归热闹，我们还是稍微冷静一点哈。有网友问，到底值不值得追？我的答案很简单，目前来看，希望挺大的，但结果如何仍然取决于最终呈现效果。如果表演在线，剪辑利落，故事吸引人，那么它极有可能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否则，即使阵容再豪华，也难免步某些扑街神作后尘。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家团队显然全程憋着劲儿在做，总不能因为未知风险就提前唱衰吧。现在问题来了，在《人间》什么时候播呢？根据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制作已进入尾声阶段，
很快大家应该就可以见证这个万众期待的大项目正式上线。那么，在这有限时间里，我们除了默默祈祷以外，还可以干啥呢？比如继续八卦下相关幕后花絮或者预告解析，为将来的追剧狂欢做好心理准备喽。在人间这部由赵丽颖领衔主演的奇幻冒险剧，尚未正式开播便已在全网掀起热议。作为近年来少有的精品短剧，该剧仅8集的篇幅却承载了宏大的奇幻世界观与扣人心弦的冒险故事。赵丽颖此次饰演的角色不同于以往，她将用自己精湛的演技演绎一位在奇幻与现实交错世界中勇敢前行的女主角。剧中的情感线索、人物成长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都让观众对这部剧充满期待。剧组在筹备过程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从服装设计到布景搭建，无不体现出用心与诚意。特别是剧中的视觉特效与场景氛围，更是凭借震撼人心的画面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据悉，剧中的许多镜头将带观众走进一个瑰丽奇幻的世界，那里既有险象环生的冒险之旅，也有温暖感人的人性光辉。这样的设定不仅考验着演员的表演张力，也让观众对剧中的每一个转折充满了期待。赵丽颖在剧中的角色身份多重且复杂，从一名平凡的市井女子逐步成长为敢于挑战命运的冒险者，这样的角色塑造无疑对演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然而，赵丽颖凭借多年来在影视圈积累的扎实功底，势必能赋予角色以鲜活的生命力。从花千骨中懵懂无知的小骨到知否知否中的盛明兰，赵丽颖一直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能够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此次在人间中，她又将展现怎样的表演魅力呢？这一点无疑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除了赵丽颖之外，该剧还汇集了众多实力派演员，他们将在剧中与赵丽颖共同演绎一段扣人心弦的奇幻故事。这种王一博、刘谦惊喜亮相春晚彩排，3次联手点燃期待，今年稳了。春晚备受关注，蛇年春晚阵容引期待。刘谦魔术、神马组合小品成亮点，王一博、凤凰传奇等明星亮相。沙溢减肥成功，蒋欣再登春晚，阵容豪华引期待。虽然大家常常说春晚不如以前火爆，但瘦死的骆驼毕竟也是大驼，过年期间，春晚的关注度还是杠杠的。蛇年春晚的创作团队引起了不少关注，主持人阵容备受瞩目，具体都是哪些人还真的让人期待。此外，语言类节目的演员名单也备受讨论，大家都很好奇会有哪些新面孔登场，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春晚的大连排随着时间的推移热火朝天，路透新闻也是一波接一波的到来。就这样，蛇年春晚的神秘感被一层层剥离开来了。刘谦也是春晚的老面孔了。要是问到2024春晚哪个节目最好笑，估计不少人都会选刘谦的魔术表演。不过，这个节目的最大看点其实并不是魔术，而是主持人尼尔买题在拖的时候出错了，真是意外的好笑。小尼的反应绝对是真情流露，那慌张的表情让无数网友忍俊不禁。网友们调侃说，看来差生真的是喜欢坐在离老师最近的地方啊。不过刘谦的魔术确实相当精彩，才能吸引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刘谦已在春晚出演6次，明年2025年他将迎来第7次春晚的演出。自从2009年刘谦首次登上春晚舞台，他的魔术表演就一直深受观众喜爱。眼下正是见证奇迹的好时机。双引号，这句话是刘谦的经典名句。他站在春晚这个全国最大的舞台上，邀请数亿观众一起见证这个奇迹的瞬间。在许多人看来，刘谦可谓是个奇迹的象征。以前，刘谦可真是为大家带来了不少让人赞叹的魔术秀。从那种让人惊叹的近景魔术，到气势恢宏的舞台魔术，每一场表演都满是创意和惊喜。他能把平凡的东西一瞬间变得让人惊讶，
仿佛真有操控时空的魔法一样。他能把观众带入一个奇妙的魔术世界，令人神魂颠倒。刘谦7岁就开始自学魔术，到了8岁时已经有所成就了。他给小伙伴们表演了一个把铅笔从嘴里吞下去，再从脑后拿出来的魔术。这个天赋异禀的小伙子其实一开始并没把魔术当成全部，他起初只是把魔术当作一种业余的兴趣。但是大学一毕业，刘谦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没办法，他只好转行当全职魔术师了。说实话，刘谦的风格更适合搞近景魔术，而不是那些大型的表演。他跑遍了世界各地，表演魔术，名声越来越响。他的魔术从百货商店起步，在街头表演中磨练，最后在央视春晚大放异彩，真是厉害。2009年，刘谦被春晚的导演团队选中了，正式开启了他的春晚之旅。不过，刘谦上春晚的次数并不算多。他曾在一次采访里提到，上春晚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压力大得很，必须的滴水不漏。春晚就上一次就好了。双引号。可是大家对刘谦的期待始终很高。对很多观众而言，逐帧欣赏刘谦的魔术，寻找里面的破绽，成了春晚中最有意思的小惊喜。2024年，刘谦再次站上阔别5年的春晚舞台，依旧带着他那句经典的见证奇迹时刻的台词。他的表演为春晚增添了极大的关注度。现在，他准备开启自己第7次春晚之旅。虽然他的节目还是保密的紧，但大家的期待已经达到了顶点。快到50岁的刘谦，历经了不少风风雨雨，肯定会在除夕夜给观众奉上更加精彩的奇迹时刻。王一博，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流量明星就成了春晚的必备元素。这也未必是什么坏事，毕竟周杰伦第1次登春晚的时候，也遭到过年轻小鲜肉不配的质疑呢。或许，像春晚这种大舞台，恰恰是这些流量明星锻炼业务能力的好机会。在众多流量明星里，王一博的关注度和热度绝对是一流的。他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同时也得到了非常不错的资源支持。他参与的3部电影，不论评价如何，至少在票房上都是相当出色的。听说他还会参演周星驰的新片《女足》。如果这消息是真的，那这又是一部超级大制作呀！最近，王一博穿着金棕色西装亮相春晚彩排现场，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哦。王一博和易烊千玺一同站在那儿，王一博穿着金色西装，仪态端庄，状态看起来很不错。这个消息一出来，王一博的粉丝们对春晚的期待值瞬间飙到了顶点。2021年，王一博首次亮相春晚，演唱了《扭起来》。这首歌有点上头，挺 catchy 的。王一博在唱歌的同时，还展示了他的看家本领——跳舞。王一博这个艺人争议不少，但他的舞蹈实力却让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得不点赞。在电影《热烈》里，王一博可是亲力亲为，所有舞蹈动作都没用替身，全部都是他自己来做的。其中可不少都是单手肘接舞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尤其在最后的对决那一幕，王一博的舞蹈简直是一镜到底，真是让人惊掉下巴。大家对王一博在这次春晚的表演形式可真是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啊！希望博子哥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给观众呈现一段绝棒的舞蹈表演。神马组合。要是说观众对春晚的小品还有什么期盼的话，神马组合可真的是承载了所有的盼望。从整体作品质量来看，神马组合的作品确实比不上赵本山、朱时茂等前辈。不过呢，考虑到创作环境的差异，大家对神马组合的包容程度还是挺高的。在春晚的第2次彩排时，神马组合一同亮相了现场。沈腾身穿黑色外套，头上戴着黑帽子，手里拎着一份看起来像剧本的东西。不过他脸上的神情挺凝重的，像是在彩排中遇到了些麻烦。马丽也穿了一身黑，她的状态明显好多了。
她戴着墨镜，脸色红润，看上去像个女总裁。就这么随便一抓拍，居然美得让人惊叹。在第3次连排中，玛丽的状态还是棒棒哒。她穿着米色的大衣，搭配着橘红色的围巾，给人一种冬日里的一抹暖阳的感觉。玛丽瞧见镜头，立马笑得眼睛弯弯的，伸手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让人有点意外的是，现场竟然没看到沈叔叔，这让人不由得心里一紧，可千万别把沈马组合给拆了啊！虽然没见到沈腾，但傻大春艾伦却在彩排现场亮相了。艾伦作为开心麻花的老牌演员，外表虽然挺拔帅气，但总让人觉得有点傻傻憨憨的样子。这大概是《夏洛特烦恼》留给他的影响吧。去年，艾伦和沈马组合一起演出了个小品《寒舍不寒》，